北京变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。中共四中全会刚开完，表面一片平静，习近平还是那3顶帽子，党的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军委主席一个都没放。但真正的风暴正在幕后聚集，2个信号几乎同时炸开，一个来自体制内，一个来自民间。体制内的是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正式被双开，罪名写得密密麻麻，贪腐、搞迷信、家族式腐败。但知情人透露，真正的导火线不是钱，而是一句饭桌上脱口而出的话，这句话比贪几个亿还致命。而在体制外，更惊人的一幕出现在北京三里屯，人潮涌动的商圈上空，2条巨大的横幅突然垂落，一条写着共产党是反人性、反人类的邪教，另一条更狠，开放党禁，自由阻挡，建立法治新中国。不是小纸条，而是整幅大字报挂在三里屯正中央，几百只手机同时举起拍下。网友说这是四通桥 2.0， 不是骂政策，而是直接挑战整个体制。那么与此同时，陕西宝鸡的校园墙上出现打倒共产党的大字报，广东的学生用铅笔写下不做奴才，要做公民。一边是上层用双开封口，另一边是年轻人用布条、用笔、用勇气撕开恐惧的锁。这一刻，中国的变化不再等上面下命令，而是从下面开始动。观众朋友们好，来看一条最新的重磅消息。10月27号，中共官宣，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蒋超良被正式双开，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还移送司法。罪名呢一大串，搞迷信、违反8项规定、以权谋私、家族式腐败、收受巨额财物，看起来就是又一个落马贪官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因为蒋超良不是一般人，而且时间点刚好卡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。蒋超良68岁，金融系统出身，是典型的银行干部变省书记。他做过农行、交行、国开行的高层，在国开行任副董事长兼行长时，搭班的还是陈云的儿子陈元。他不是草根，是站在权力与金融交界的核心人物，对钱怎么流，谁在拍板，他一清二楚。2016年，他空降湖北当省委书记，结果2020年爆发武汉疫情，他成了全国焦点人物。一开始，武汉压消息风口追责吹哨医生李文亮，外界骂声一片。但大家都记得，当时的宣传口径是防控工作由最高领导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，也就是说，地方根本没有自主决策权。疫情爆发后，北京要甩锅。2020年2月，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火速免职，成了替罪羊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又被安置进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当副主任，名义上还是正部级，其实就是边缘化。一直到今年2月，他被立案调查，4月人大代表资格被撤，然后中共四中全会刚结束就被双开。重点来了，据时评人蔡胜坤披露，导火线不是钱，是嘴。2024年5月，蒋超良和一名副部级官员吃饭，席间聊到武汉疫情，他说了一句非常致命的话：从封锁消息、处理李文亮到封城、封研究所，都是中办按照习近平指令执行的，我只是执行层。这话一出口，等于把黑锅往上推。副部级官员转头就报上去，结果蒋超良被彻底封杀，罪名通报里不提疫情，不提决策，全都改成贪腐、迷信、搞钱，典型的盖帽式处理，要让真相消失。这背后其实很明白，因为疫情早就不是公共卫生事件，而是国际追责议题。川普回到白宫，美国情报界重启武汉实验室调查，准备对中共施压，甚至索赔。在这种时候，谁敢开口谈决策链，谁就是政治炸弹。而蒋超良就是这颗炸弹。根据旅澳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透露，
蒋超良今年中国传统新年前还想借出国度假逃去泰国，打算公开他所知道的疫情内幕，结果计划被侦查到，马上遭拘控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原本不是反习派。2007年，蒋超良在上海就认识习近平，还陪他游泳，帮他补金融课，是习亲自提拔进国开行的人。如今却成了最危险的知道太多的人。所以这次双开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，不是反腐，而是封口，防止任何人把武汉封城决策链说出去，尤其是在美国准备重新审视疫情起源的时刻。蒋超良的结局也给整个中共体制内的人上了一课，在这个时代，不是你贪不贪的问题，而是你说了什么。中共四中全会开完了，外界期待的改革信号没有出现，习近平依旧坐在顶端，那3个头衔一个都没放，党的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共军委主席，政策没有松动，经济没转向，整个中国的方向依然紧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所以民间的情绪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走，人们心里那句话终于说出来了，上面不会改了，那就从下面开始动。10月25号，惊人的一幕出现在北京三里屯的正中心。三里屯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北京最国际化、最年轻化，外国人和本地白领、网红、潮牌、酒吧、咖啡馆全部挤在一起的地方。就像有网友说的，三里屯的人流量甚至比当年四通桥还大，还刚好卡在周末，人超多，手机超多，镜头超多。当天下午，一位不具名的行动者，网友们后来称他是三里屯勇士，在三里屯南广场一带高挂了2面白底黑字的长条幅，这不是小纸条，是整幅垂下来，肉眼完全能读清的大字报级横幅。第一条横幅写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、反人类的邪教，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。第二条写的是开放党禁、自由组党、自由竞争、自由选择，建立自由、人性、法治的新中国。这2句话的狠在哪里？第一，他不是在骂具体哪个贪官，甚至不是在骂哪个政策，而是直接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反人性、反人类的邪教。这个定性是彻底否定式的，意思是问题不是你哪个部门做错了，哪个领导贪了，而是整个体制本身就是灾难的制造机器，会持续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。这种说法已经完全不留修补空间。第二，他的诉求已经不是希望领导重视民生这种老式上访语言，而是公开喊开放党禁、自由组党、自由竞争、自由选择。这是赤裸裸的多党政治请求，直指不再接受一党垄断，要重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。换句话讲，这不是求恩典，这是在宣布你不改革，我们自己要一个新的政治框架。这一幕马上被拿来对照3年前的四通桥事件。2022年中共20大前夕，北京四通桥上，彭立发打出不要核酸要自由，不要领袖要选票这样的横幅，那一瞬间被全世界看到。大家当时说，这是中国抗议者不再求改善，而是直接质疑合法性的开始。现在中共四中全会后的三里屯被很多网友视为四通桥 2.0， 不是单纯骂政策了，而是直接宣告这个政权本身就是问题。有网友向社交媒体 X 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爆料说，陕西宝鸡文理学院校园里在11假期期间出现了多条标语和大字报，内容是反对习近平独裁者，打倒中国共产党。这不是一小张藏角落的纸条，而是足以串联的多点张贴。据说事情发生后，国安、国保、地方公安甚至市长都介入，学校多名领导和老师被要求配合问话，校园的讯息被封锁，2名疑似参与者被带走，传说是老校区的毕业生。爆料者请求外界关注学生的人身安全，避免出现关起门就消失的情况。在广东的某所学校，有人用铅笔在校内写下整串反共宣言，那些字句一点都不拐弯抹角，包括自由散步、推翻共产党暴政、打倒红色法西斯。
人权自由光复香港，8964白纸革命。不要封控要自由，不要文革要改革，不要领袖要选票，不要独裁要民主，不做奴才做公民。这一串话实际上把过去几年的抗争记忆、白纸运动、香港议题、64记忆，乃至不做奴才做公民的公民身份主张串在一起。这已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政治宣言。而在网络上还出现了技术型反抗教学。李老师不是倪老师转发了一则投稿，如何安全地发送大字报。投稿人自称我是行动者，说三里屯的事件之后，他决定公开自己总结的安全方案，目标不是出名，而是希望未来的勇敢者们都能平安回家。他的做法是这样的，把标语写在长条布或纸上，固定在一个临时做的简单卷轴，卷轴两端系好可以挂的绳，然后用普通卫生纸把整个卷轴外层缠起来2圈。接下来你走到一个有流量但有监控盲角的地方，把卷轴快速挂好，转身离开。等风一吹，卫生纸自然断开，标语自己垂下来展开，而挂条幅的人早就不在现场了。贴主还提醒全程戴帽衫、手套，避免指纹、毛发，不要留下可以被 AI 人脸比对的特征。意思很直白，抗议不是单人玉碎，是要能活着回家，继续做下一次。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因为它说明2件事。第一，抗议不再只是情绪冲动，而开始往组织化、经验共享迈进。第二，年轻一代抗议者是用低技术但高机制，用卷轴加卫生纸让横幅延长开启，让人和现场物理脱钩。这种技术分享其实是另一种讯号，社会心态正在从求上面仁慈转成自己建立地下对抗的 SOP， 这对任何一个威权体制来说都是警报。有网友表示，中国人不会永远沉默的，真正的民主革命最后一定是大众推动的，不需要一刀一枪。当更多人同时说中共必须下台，这个制度自己就撑不住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些零散的个体在你看来微不足道，但真正的意义是打破恐惧，打破孤立，让大家看见彼此，这是在为总爆发做预备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